患者想要活下去，正因为这种积极的想法，医生才会竭尽全力进行治疗。若尽力之后患者还是死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但偶尔会有人屈服于病痛，任由自己被绝望吞噬，选择了安乐死。一名银发黑衣的独眼医生齐利科就抢在黑杰克之前，给他救治的病人执行了安乐死。明明手术即将开始，病人却在最后关头放弃了。齐利科和黑杰克打了个照面，便骑着摩托车消失进雨夜里。这世上只有疾病和死亡是绝对公平的，不管是摸爬滚打的劳苦大众，还是光鲜亮丽的名人富豪，在绝症面前都只有束手等死。以美艳著称的女星米歇尔最近正在拍摄一部大制作电影，这是她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几个月的忙碌拍摄后，眼看即将拍完，男女主角步入婚姻殿堂的最后一幕。不想在这紧要关头，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有个无良小报的狗仔队盯上了米歇尔的健康问题，天天到剧组踩点，经纪人怎么赶都赶不走。狗仔队还别有用心的推测，曾经有过一段桃色黑历史的米歇尔，混迹演艺圈这么多年都没红，咋突然被大导演看中了呢？里面没点潜规则，说出去谁信？然而在导演口中，米歇尔是全世界最单纯、最纯净的人。眼看最后一场即将杀青时，米歇尔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。医生检查后认为他是过度疲劳和营养失调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导演爽快地表示，拍摄延迟到1周后，让米歇尔好好休养。这部电影一定大火，下一部他还会找他主演。再努力一下吧。导演的这句鼓励变成了米歇尔的催命符。这一周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什么都吃不下去，勉强吃下去也会马上吐出来，食欲好像从他体内被人挖走了。本就营养失调的他，转眼就饿得面黄肌瘦。经纪人为了给他补充营养，一大早就送来特制早餐，结果发现他家里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一份简短的信：我一定会再联系你，请不要找我。没过多久，远在瑞士阿尔勒度假的黑杰克忽然被皮诺可一个电话叫了回来。这次的病人开出的价钱不高，只有区区20万美刀，但他非常着急，看样子病得不轻。病人要求黑杰克前往法国中部山区卡卢欧的下邦农村。关一寻思地方也不太远，坐火车前去就当旅游了。不过休假老是被打断，让他有点恼火。寻思下回干脆潜到海底算了。病人的家属阿尔曼是当地的村医，他侄女米歇尔忽然患上了原因不明的厌食症，整整20天，除了饮料什么都吃不下去。米歇尔本来想向舅舅求助，但阿尔曼的医术也就只够给村里人打打针、挂个点滴。米歇尔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世界第1名医黑杰克身上。见面后，米歇尔绝望地拜托怪医先生，自己实际存款只有12万，剩下8万是电影的片酬，拍不完他1分钱也拿不到。如果治疗失败，他能不能只支付12万？黑杰克自信地说，诊疗费是20万，等你痊愈后支付剩下的8万，你只用想着养好病就行了。怪医这番话给米歇尔带来了希望，他嚎啕痛哭，燃起了强烈的求生意志。他要拍电影，成为一流演员。米歇尔失踪期间，剧组一直停工，单干的每一天都在浪费钱啊！导演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比如从他以前拍摄的限制级电影里抠各种镜头，拼凑到最后一幕上。剧组议论纷纷，不明白导演为何如此钟情米歇尔。他只说那女人有种罪孽深重的魅力。导演和公司交涉，将拍摄延迟到了1个月后，这是最后期限了。这段时间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找到他。经纪人为此也忙得脑袋冒烟，甚至连无良小报狗仔队也展开了行动。另一边，黑杰克连夜给米歇尔检查完身体，这位女星也聊起了自己的一些经历。她17岁时来到巴黎，靠勤工俭学参加戏剧研修班，好不容易毕业，得到的第1份工作却是拍摄裸体写真集，从此一步错步步错，走上了不断拍摄限制级电影的不归路。这部电影是他转型的宝贵机会，米歇尔为此做了很多努力。他首先给自己减了3公斤，结果从那以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他先是吃不下午餐，逐渐连早餐也吃不下，最后除了饮料，身体无法吸收其他任何东西，只能靠点滴补充营养，但营养液只能补充基础代谢所需的40%。就这样下去，米歇尔早晚会饿死。厌食症的病因有很多，精神、情绪方面的影响，消化器官的溃疡或内分泌器官失调导致的荷尔蒙分泌异常等等，必须到设备齐全的医院仔细检查，光靠望闻问切是不现实的。怪医先生不知道的是，米歇尔经常梦见卡缇娜，那是他童年时的玩伴。2个女孩经常在他们的秘密基地抱着死猫死狗而扮演游戏，一捧泥土就算是葬礼的舞台。卡缇娜负责演牧师，米歇尔负责演死者家属。死亡被童真演绎成了快乐，但当他真正敲响生命之门时，只有遗憾、眼泪和绝望而已。转天，黑杰克在本地医院用各种医疗设备给米歇尔做了更详细的全身检查，胃镜、X 光扫描等轮番上，整整10个小时的摧残。米歇尔虽然精疲力尽，但一直在坚持忍耐，努力配合。最后的结果确实病因不明。回家的路上，米歇尔几乎万念俱灰。随着死亡的脚步逼近，他越发思念卡缇娜，想要到玩伴的墓前祭拜一番。每周晚上一睡不醒，就到天堂去和卡缇娜团聚了呢。阿尔曼舅舅告诉怪医先生，米歇尔和卡缇娜都在一个叫安吉的村子里长大，他们曾是很好的朋友，立志长大后一起闯荡影坛。卡缇娜当编剧，米歇尔当演员。然而命运无常，2人约定后不到1年，卡缇娜就因为肺炎病故了。另一边，狗仔队忽然拜访了导演和经纪人，
表示他们查明了米歇尔的下落，可以把钱包卖给他们。导演早就急得团团转了，这时候也顾不上被敲竹杠，赶紧让狗仔队给他们带路。这天晚上，米歇尔在浴室里洗澡，企图用热水温暖饥饿的身体。他望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，形销骨立，如同饿死鬼一般，还有什么美貌可言？他辛苦赚来的珠宝首饰，却无法再戴上消瘦的身体。当一个人最基本的食欲都无法满足时，任何名利财富都不过是粪土而已。米歇尔忽然发现自己的额头开始冒出红斑，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飞也似的跑了出去，准备在雨夜飙车。黑杰克和阿尔曼来不及阻止他。一个精神恍惚的病人能开好车吗？不出意料，米歇尔出了车祸。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一名独眼银发男人搭救，此人正是齐利科医生。他一副四处流浪的行头，帐篷、炊具都很齐全。黑杰克赶到时，齐利科正在检查米歇尔手上的红斑。怪医先生面露惊恐之色，生怕齐利科又把他的病人给截胡了。将米歇尔送回家后，齐利科留下一句：“他这红斑有点眼熟”，便告辞离去。黑杰克和阿尔曼轮流守夜，一个不注意，吃早饭时，米歇尔偷偷进了浴室，企图割腕自杀。怪医反应及时，及时夺走了他手里的刀。可怜这个美丽的女人，在饥饿和红斑的双重折磨下，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简直生不如死。这时，狗仔队带着导演找了过来。阿尔曼以侄女儿病重为由，拒绝这帮人进屋打扰。导演忽然问道：“难道米歇尔身上也开始出现红斑？”他探望米歇尔后，表示自己是卡缇娜的哥哥，从小在巴黎读寄宿学校，经常在妹妹的信里了解到米歇尔的事。这次电影的主演是正规试镜选拔而来，作为导演，他也是事后才知道，这位女星米歇尔正是妹妹小时候的玩伴。卡缇娜其实并非死于肺炎，只因她的死太古怪凄惨。为了避免闲言蜚语，导演才让医院改写成肺炎、厌食症加上红斑。卡缇娜和米歇尔的病症一模一样，这种死法真是缓慢又折磨人。他俩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来自安杰村。听完导演的讲述后，黑杰克意识到，要想解开谜团，必须前往安杰村一探究竟。他开车赶路时，齐利科追来，递上一本书，有关一战时的化学细菌武器报告，里面描述了一种细菌只能在变种包虫的体内生长，这种包虫被制造成可怕的生化武器。巧的是，安杰村有一座军用弹药库遗迹，被当成了生化武器的永久掩埋场。这些资料都是齐利科费了好大力气挖来的。黑杰克到现场检查了一番，发现里面全是饿死的小动物。显然，生化包虫在地下继续繁衍，已经钻出了地面。怪医一把火烧了这害人的地方，带着一只死老鼠当样本，通宵研究了治病包虫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问米歇尔，得知他在这次电影试镜成功后，曾去卡缇娜的墓前祭拜，当时一只老鼠咬了他，感染原因已经查明。黑杰克赶紧给米歇尔动手术，变种包虫藏在他的大脑边缘食物中枢里，来控制通过大脑的血液阀门。为何米歇尔的脑部断层扫描图里没有找到寄生虫的踪迹？这正是生化武器的可怕之处。在人为设计下，变体包虫拥有了拟态能力，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和要寄生的组织一样。手术圆满成功，不久米歇尔基本康复，终于拍完了电影的最后一幕。他在饰演女主角踏上婚礼殿堂时喜极而泣，这泪水承载着他和卡缇娜未尽的梦想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